所有指责中国的灰色地带行动，要么是正常的国家行为、公司行为，要么是美国政府也在使用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手段。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面说。这期话题我评论一下兰德公司的一个报告，对美中两国在印太战区灰色地带斗争的观察、评估与建议。兰德智库是美国政府和军队最重要的一个智库，最近又发新报告了，名字叫做《在灰色地带的竞争》，长达296页，是受美国空军的委托撰写的。兰德公司最早于2019年初启动这个项目，到2021年的11月才完成，最近才发布，耗时大约2年，说明兰德公司非常的严谨。这份报告专门研究中国如何利用灰色地带行动对付美国在印太战区的盟友，美国应该如何应对。所谓的灰色地带是指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竞争性的互动，介入战争和和平之间，而灰色地带行动则指介于常规战争和正常竞争之间的一种冲突的行为。这份报告提出了80条中国用来对付美国及其盟友的灰色地带行动，并且根据3个要素建立了数据模型来对这些行动进行影响力的评估。这3个要素是：一，对美国利益损害最大，权重40%；二呢，是对美国的印太小弟来说最难应付，这个权重占40%；第三是中国使用最多的灰色地带行动的种类，这个权重占20%。最后，兰德公司向美国提出了11条建议进行反制或应对。我们可以来看看兰德公司究竟列了中国的哪些灰色地带行动，以及建议美国政府如何应对。80条太多，我们就看看最常见的几条。首先看军事行动方面，有这么一些在有争议的领土上建立军事或者是军民两用的空军、海军、陆军基地或设施，部署军用飞机或设备，部署地面部队或装备，部署海军舰船或装备，利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中国海岸警卫队或者是海上民兵在有争议的领土上骚扰或者是破坏目标的商业活动，在目标附近或者是针对目标进行高度的宣传的大规模的跨军种军事演习或者是武力展示这是军事行动方面。在地缘政治行动方面呢，会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或军事手段支持目标国的对手或者是敌对国家，使用外交或者是政治威胁扰乱目标的正常业务活动。在经济行动方面，使用中国公司或者是经济资产推进有争议的中国领土的主张，减少特定商品的进出口。在网络或者是媒体行动方面呢，就是直接或通过代理购买或控制目标的媒体等等。中国近些年来呢，在中印边界地区、中部边界地区、南海岛屿以及钓鱼岛海域的维护主权的行为，被兰德公司描述成在有争议的领土上的军事行动，需要美国政府来反制，反映了兰德公司根本不顾及历史和事实，只想与中国对抗的这么一种思维方式。所有指责中国的灰色地带行动，要么是正常的国家行为、公司行为，要么是美国政府也在使用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手段。兰德公司对美国政府提出的建议主要有以下这么几条：美国政府应该与主要盟友和合作伙伴举行灰色地带情景讨论，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担忧、反应和需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或者是美国国务院应该确定一套标准，以确定最有问题的中国灰色地带的策略，通过美国政府的所有努力来应对。根据这份报告提出的3个标准美国可以优先考虑打击中国在有争议领土上的活动，并应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国际策略和经济策略。美国国防部应该制定类似于现有作战计划的灰色地带计划。美国空军应该继续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建立情报、监视和侦察基础设施，并提高区域网络的防御能力，识别和归因中国活动，并对抗中国的网络
和信息战术。这些建议啊，都具有比较强的可操作性，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美国政府已经在实施其中的一些现象。整个报告是处心积累，充满恶意。由于兰德公司在美国政府和军方战略界的地位，我们必须仔细研究这份报告，针对报告中提出的对付中国的那些手段，制定反制措施。好，这节话题就说到这里。